年初被不少投资者放进核心持仓清单的直觉外科，短短几个月时间，股价最大回撤已经接近30%。曾经顶着100倍估值的医疗成长白马，如今评论区满是质疑。曾经坚不可摧的长坡厚雪逻辑，似乎一夜之间就站不住脚了。今天我们不做情绪化的多空争执，只扎扎实实拆透2件事。这次深度回调到底是公司基本面出了实质性问题，还是纯粹的市场情绪错杀？以及这家公司的长期定价逻辑到底发生了哪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大家好，我是志行，这里不做投资建议，只和大家一起把市场背后的逻辑看清楚。很多人对直觉外科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靠着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躺赢的垄断标的，业绩稳，现金流好，壁垒高，属于典型的拿得住的长坡厚雪赛道，是很多价值成长型投资者的心头好。可就是这样一家公认的优质公司，股价从前期高点一路下来，最大回撤幅度接近30%，这个跌幅不算小，刚好卡在很多投资者的心理安全边际线上，也击穿了不少人之前的持仓信心。很多人慌的其实不是下跌本身，是怕自己之前坚信不疑的投资逻辑真的从根儿上出了问题。毕竟如果连直觉外科这种现金流级别的公司都能跌这么多，很难不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什么没被公开的利空。要判断逻辑到底变没变，我们得先把这家公司的基本盘捋得明明白白。直觉外科在全球手术机器人市场的装机占比超过80%，在高端微创外科这个细分领域市占率还要更高，接近90%。这种垄断级的市场地位不是靠短期营销或者价格战堆出来的，是靠几十年积累的医生培训体系、医院使用习惯和配套、耗材生态一点点垒起来的，属于典型的赢家通吃赛道。医院想要换一套手术机器人系统，成本高到难以想象，不仅是设备本身的采购成本，更重要的是整个科室的操作流程，医生的操作习惯都要全部推倒重来。这种转换成本是普通医疗设备完全比不了的。一个成熟的外科医生想要熟练掌握达芬奇系统的操作，至少需要上百台手术的练习积累。一旦形成了肌肉记忆和操作习惯，几乎不会再主动切换到其他品牌的系统。医生端的粘性强到可怕，我一直觉得这类医疗设备公司的最高壁垒其实是行业标准的制定权。当整个行业的培训体系、操作规范都围绕你的产品建立，后来者哪怕技术上有单点优势，也很难撼动你的市场地位。比市占率更扎实的是它的收入结构。卖设备其实只是敲门砖，后续源源不断的耗材更换和设备维保服务才是真正的现金流业务。这2块加起来占到了公司总营收的85%以上。这种剃须刀加刀片的商业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业绩韧性极强。收入不是靠一次性的设备销售拉动，而是靠已经装机的存量设备持续产生耗材和服务收入，稳定性要高得多。哪怕是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全球范围内的择期手术大面积暂停，医院的设备采购几乎停滞，直觉外科的整体营收下滑也不到1%。等到疫情缓和，业绩恢复的速度也比整个医疗行业快很多。很多人只盯着它6%的高毛利率羡慕，却没注意到这种持续性极强的收入结构才是它能穿越各种行业周期的核心底气。高毛利率可能会被竞争拉下来，但收入结构的韧性很难被打破，财务层面的安全垫也足够厚。目前公司的净利率稳定在接近30%的水平，账上趴着超过80亿美金的现金及等价物，而且没有任何有息负债，财务健康度在整个美股科技医疗板块里都算第一梯队。这次股价下跌的过程中，管理层没有出来说空话，直接抛出了50亿美金的股份回购计划。真金白银的回购比任何高管发声、任何研报唱多都更能说明管理层对公司价值的判断。我提醒下大家，在成长股的下跌周期里，一定要区分嘴炮式护盘和真金白银的回购。有些公司跌了就只会发公告说看好长期发展，真拿出钱回购的才是真的觉得股价被低估了。再往更长远的维度看，这个行业的天花板还远没有到顶。目前发达国家的手术机器人渗透率只有1%到2%，新兴市场更是只有3%到5%。全球范围内80%以上的微创手术依然靠医生手工完成。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外科手术需求增长是长期确定的趋势，
再加上全球范围内医生资源短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手术机器人既能提升手术精度，又能降低医生的工作强度，需求只会越来越大。除了现有的普外科、妇科、泌尿外科这些成熟应用场景，单孔手术系统、肺部介入机器人、骨科机器人这些新管线也在一步步落地放量，不断打开新的增长空间。第二，增长曲线其实已经很清晰了。很多人说直觉外科的成长见顶了，其实是把当下短期的业绩增速当成了长期的行业天花板。就像10年前有人说智能手机渗透率到顶了一样，行业的渗透是个缓慢的过程，远没到饱和的时候。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基本盘这么稳，壁垒这么高，成长空间也还在，为什么股价还会跌这么多？市场上流传的利空主要有2个，也是这次下跌最核心的2个导火索。首当其冲的是全球医疗器械监管收紧带来的板块情绪冲击。前段时间，全球范围内的医疗器械监管尺度都在收紧，不少耗材企业收到了监管警示函，甚至有部分产品被要求大规模召回，整个板块都受到了情绪冲击。市场担心直觉外科的核心耗材产品也会踩中监管红线，引发大规模召回，进而影响耗材收入的稳定性。这种担忧情绪快速蔓延，带动了一波不计成本的抛售，是这次下跌的直接导火索。但从目前公开的所有信息来看，公司既没有收到针对核心产品的正式处罚通知，也没有发起针对主力耗材的大规模召回。整个事件更多是板块性的情绪传导，不是公司自身出了问题。而且从长期来看，监管收紧提高了行业的准入门槛，会加速淘汰中小厂商，反而会进一步巩固龙头企业的市场地位。监管从来都是龙头的朋友，是小厂商的敌人。这个逻辑在很多行业都应验过。我更倾向于把监管带来的这一轮下跌归类为纯粹的情绪面错杀。没有实质性利空支撑的下跌，短期波动再剧烈，也很难改变公司长期的价值中枢，最终股价还是会回到基本面对应的位置。如果说监管只是短期情绪导火索，真正让市场产生长期分歧，带动估值中枢下移的是 GLP-1 减肥药带来的行业预期变化，这也是这次估值重估最核心的原因。很多机构就是因为这个逻辑下调了公司的长期增长预期。市场的逻辑很简单， DLP-1 类减肥药的效果越来越好，受众越来越广，愿意做减重代谢手术的人会越来越少。而减重手术是达芬奇机器人的重要应用场景，需求下滑会直接影响公司的长期增长空间。这个逻辑听起来很顺，但只要拆开数据看，就会发现市场明显把这个影响放大了。我们直接看官方的手术结构数据，减重相关的手术在直觉外科总手术量里的占比其实还不到30%，剩下70%以上的手术量集中在泌尿外科、妇科、普通外科、心胸外科这些领域。这些手术对应的疾病和肥胖没有直接关系，是减肥药完全无法替代的刚需手术，基本盘稳得很。更何况减肥药本身也有明确的适用范围，对于重度肥胖患者或者已经出现肥胖相关并发症的患者，外科手术依然是更有效、更稳定的治疗方案，不是靠吃减肥药就能解决的。而且减肥药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停药后的体重反弹。很多患者停药之后，如果不坚持饮食和运动管理，体重会很快反弹回去，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肥胖问题。我观察下来，市场对减肥药冲击的定价明显有点过度乐观了，就好像减肥药出来之后，所有的减重手术都会消失一样，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减肥药确实会带来一定影响，但远远到不了颠覆基本盘的程度。说到底，这次估值下移本质上是之前市场给的高增长预期太满了。之前市场按每年20%以上的增速给它100倍估值，现在因为减肥药等因素把长期增速预期下调了一点，估值自然就要跟着杀下来。讲完2个利空，你应该能看得很清楚，这一轮下跌不是公司的基本面崩了，也不是核心逻辑破了，而是市场在给公司做一次估值的重新定价，是高成长预期退潮之后的估值回归。之前市场愿意给它100倍的市盈率，是把它当成高速成长的赛道股，给的是成长溢价。现在增长预期下来了，市场开始用更成熟的眼光看待它，估值中枢自然也要往下移。
目前公司的静态市盈率已经跌到了50倍左右，是过去3年的最低点，前瞻市盈率更是降到了40倍以下。对应它长期15%到20%的业绩增速，这个估值水平已经回到了合理区间。对比一下历史数据就更清楚了。过去3年时间里，直觉外科的估值中枢大概在70-80倍 PE， 哪怕是市场最悲观的时候，估值也没低于过60倍。现在跌到50倍，确实是处于历史低位区间。这里我想多说一句，很多人接受不了估值下移，是因为还在用过去的成长股逻辑看待这家公司。但实际上，走到现在这个阶段，直觉外科的投资属性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之前你买直觉外科赚的是行业渗透率快速提升带来的戴维斯双击，是业绩高速增长叠加估值提升的钱，赚的是成长的钱，弹性大，波动也大。但现在你更应该把它当成一家拥有垄断地位的稳定现金流资产。它的增长可能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快，但胜在稳定性高，现金流好，靠持续的盈利、分红和回购来获取长期收益，是投资组合里的压舱石。很多人在股价下跌的时候，只会纠结要不要割肉离场，或者要不要抄底进场，却从来没有停下来想过这家公司的投资逻辑是不是已经变了，自己的持仓预期是不是也该跟着调整。至于现在是不是合适的入场时机，我不会给你明确的答案，因为每个人的持仓周期不一样，风险承受能力不一样，持仓结构也不一样，适合我的价格不一定适合你。但我可以说说接下来我会重点观察哪几个信号，来判断这轮调整到底有没有到位。你也可以跟着这些信号一起跟踪，比单纯猜明天涨还是跌要有意义的多。最核心的观察点是接下来几个季度的耗材收入增速。耗材收入是公司基本盘的核心，只要耗材端的增长没有出现明显失速，就说明市场担心的需求下滑根本没有实锤，基本盘依然稳固。除此之外，新业务的推进进度也值得重点跟踪。单孔手术系统、骨科机器人、肺部介入机器人这些新管线，如果能顺利落地放量，就能重新打开增长空间，市场的增长预期也会跟着修复，估值自然就有回升的动力。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回购的执行节奏。50亿美金的回购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是分阶段执行的。如果管理层在当前价位加快回购的执行速度，其实就是在用行动告诉市场，他们认为当前价格已经被低估了。其实做投资久了，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面对股价下跌的第一反应都是怀疑自己的判断，然后跟着市场情绪一起恐慌。但真正有价值的击球区往往都是在市场恐慌的时候跌出来的。当然，这句话绝对不是让你盲目抄底，不是所有下跌的股票都是黄金坑，也不是所有优质公司跌了都能马上涨回来。核心的前提是你得确认公司的基本面没有出问题，下跌的原因是短期情绪，而不是长期逻辑破了。我一直的观点是，买优质资产也得等合适的价格。好公司买贵了，一样要熬很长时间才能回本，甚至可能亏大钱。但如果只是短期情绪带来的错杀，价格回到了合理区间，反而不用过度恐慌。投资最反人性的地方就在这里，所有人都看好，股价一路上涨的时候，往往是估值最贵、性价比最低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恐慌。股价持续下跌的时候，反而可能是性价比慢慢显现的时候。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把今天的内容稍微收一下。直觉外科这一轮接近30%的下跌，本质上是高增长预期退潮，叠加短期监管情绪利空带来的估值重估，不是公司基本面出现了根本性的恶化，它的全球垄断地位还在，耗材驱动的现金流模式还在，行业长期的成长空间也没有消失，只是市场不再愿意给它100倍的成长估值，而是开始用更成熟的现金流资产标准来给它重新定价。不知道你怎么看这次直觉外科的深度调整？你觉得这是市场情绪带来的错杀机会，还是公司长期增长见顶的开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大家理性交流，互相启发。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拆解底层逻辑，不跟着市场情绪走的硬核分析内容，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后续我们还会持续跟踪全球市场的优质公司，拆解更多行业的商业逻辑。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金融市场永远充满不确定性，
今天所有的分析都只是基于当前公开信息的个人判断，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任何公司的股价都可能因为宏观环境、行业政策、业绩变化出现超出预期的波动，最终的投资决策还是要结合你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独立判断来做。